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闲着没事，我们又来山里面了。看对面有2栋房子，地理位置都挺好的。刚刚我走到那边，那2户人家都住着。我想来山里面找一些闲置的农房，拍给大家看一看，所以那2栋房子就不拍了。我又把车开下来，停在这个村口的位置。走到这边，发现了一栋房子，还挺不错的。这边啊是背靠着大山，在一个山窝窝里面，有6、7户人家，都是木房子。而且据那边的2户人家说，这边的房子基本上都已经闲置，没人住了。环境还是挺不错的，山里面的鸟叫声特别的清脆，听起来特别的舒服。这里有条小溪啊，这2天下了点雨。这栋房子的视野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非常的安静。上面的那栋房子也是空着的，没人居住。这是苗族的房子，吞口屋。之前我就给大家说过，在大山里面建的大部分都是吞口屋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外面，这里有处小鱼塘，因为房子没人居住，所以这边的鱼塘也是空着的。现在里面并没有养鱼，可以看到水并没有多深。如果想在这边养鱼的话，直接把那边的泉水给牵引过来，在里面放上鱼苗就可以了。这边的地势比较高啊，将近有800多米。底下的乡镇集市距离这边有3公里，这边距离县城有35公里。实际上这里靠近贵州，大概也就3、4公里左右，就出省到贵州的地界了。这边依然是湖南啊。看房子的旁边有一小片的竹林，背后呢有一面石头薄坎的墙，在房子的旁边还有一小块空地，都是他们家的。这处鱼塘也是他们家的。整个房子的院把没有做硬化，车子是可以开到院把的。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，吞口屋，大门口凹进去有2米左右。上面盖的是青瓦，楼层高度将近4米左右。1楼基本上已经全部装修好，房间呢有5个房间，1个客厅，加上背后呢有个厨房。2楼是堆放杂物的，不住人，全部都是住在1楼。这栋房子呢，主人家是到城里面，偶尔呢会回来1、2次，所以房子闲置的时间也是比较久了。这栋房子呢，每2、3年，主人家是把屋顶上的瓦片重新翻修覆盖了一遍，所以房子保留的还是比较好的，基本上打扫卫生就可以拎包入住。而且在房子的旁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边呢是堆放了很多木柴，到冬天的时候可以烧火取暖的。这边还有一口井，应该也是他们家平时的一些饮用水，水质啊还是挺不错的。这些都是从山里面用管子把水给牵引回来的。这里的环境还是挺好，这边还晾晒着衣服。这2天呢，主人家也是回来了，因为快到暑假了嘛，小孩子放学要回家，要把房子打理一下，然后呢可能会在农村里面住上一段时间。房子的结构啊都还挺好的，这边整个寨子呢也就几户人家吧，感觉挺安静的。你是哪里有？我是花园街上的啊。啊，你咋没穿鞋子啊？我要离开。犁田啊？哦，这位大叔啊还犁着田，插着秧。你今年多大了75岁了。？75岁了。身体啊倒是挺不错的。小孩都到城里面去了吧？哎，打工去了。哦，你看，现在农村里面剩的都是这样的老人。你们整个村子有几户人家？有
哦，这上面只有10多户人家。嗯。好多人都搬出去了吗？几家搬2家。搬了2家搬走了。嗯。房子还在这边。嗯。是的，现在农村就是这样的一个现象，都往城里面跑，所以农村闲置的房子是越来越多。实际上，他们家的院坝这条马路呢，依然是修往上面的，因为上面呢还有好几户人家。这是他们家锯的一些木板，装修木房子都用得上。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啊，装修还挺不错的，上面涂抹了一层桐油，所以颜色呢是有点深。你们家的这栋房子建了多少年了有20多年了。20多年，那这栋房子还没建了多久呢？房子都还挺好的。是的。以前你们这个寨子就只有这么多人吗？有150-160。整个村子有150-160户。哦，你们这是一个小组嘛，对不对？是个小组。哦，这里面地势比较高。那我看一看，到这边看一看啊。看吧。好，那这栋房子的旁边这些空地啊，长时间不在这边打理，都还挺可惜的。其实挖出来还是可以种点菜呀，在山里面养养鸡鸭也是挺不错的。尤其这门口的鱼塘啊，不养点鱼太可惜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个鱼塘将近也有4分地左右吧。这底下还有一小块空地呢，挖出来的话也是可以种点菜的。山里面的水比较好，养出来的鱼啊，肉质也非常的好的。其实我发现一个问题，在山里面常年干活的老人身体都挺好的，像镜头前方的这位老人，75岁的年纪了，下着雨还挺冷的，光着脚板，可能和他们长时间劳作，还有他们的饮食习惯、环境都有关系吧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大家发现没有，在山里面大部分都是木房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山里面的杉树特别的多，看镜头前方的这一片杉树啊，都有好几十根，把它砍掉的话，基本上可以建成一栋木房子的主体了。这边出门就是大山，他们的一些菜地呢，都从这边爬上去，所以说在山里面生活挺不容易的。好多朋友在私信里面问我，想来农村租一栋房子养老，到底自己能不能适应那样的环境？我说了，你们还是先想好吧，在山里面的条件挺艰苦的。如果你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，想来住几天的话，那可能还行。但是你想常年在这边农村里面生活，真的很多人是静不下心的。看这边的条件是多艰苦啊！距离城里面那么远，出门一趟很不方便。如果自己没有车的话，下山去买点菜，走路来来回回都要2-3个小时。有车的话还好。这边的条件啊，现在已经改善了很多。整个村子里面通水通电，也安装了户外的太阳能灯，到晚上的时候会自动的亮，比以前的条件是好了许多。刚刚我们看的这栋房子呢，他们家的厨房就在背后。和这位大叔我们也聊了会儿，他说现在1年回来的时间很少很少，主要还种的一点点的稻田吧。实际上小孩都让他别种了，但是他还是舍不得，所以每年还是回来种一点。这边的稻田插完秧，他也就到城里面去住了，所以房子大半年一整年都是闲置的。来看一下这栋房子，他告诉我，这栋房子的主人家呢，常年是不在家的，这栋房子是可以给他租下来。
房子的结构也非常的好，3开间的正屋，两边加上2个偏房，那边的偏房也是可以做卧室的。这边呢是厨房，后面呢还有个旱厕。从这里上去有一口泉源，上面喝的也都是山泉水。这栋房子的院子倒是挺宽的，目视下有100多平呢，长满了杂草，长时间没在这边打理，但是房子还是挺不错的。上面的瓦片呢，长时间都在检修，房子基本上是可以拎包入住，和那栋房子一样，也是吞口屋。他说，整个房子里面的地面啊，全部都装了木地板，只有门口的这个位置没有做硬化。他们家已经拉了一些积沙回来，准备在整个院把做一个硬化的，但是后面呢搬到城里面去住，所以一直就闲置下来了。这户人家的门口位置呢，有好高的一道石头坎，这是上面这户人家的，他们家的地势更高一些。这边全部都是用石头垒砌的宝坎。这里的视野也还不错。刚刚底下的那栋房子就是之前我们拍的那户老人家里。走到门口啊，还是可以看得挺远的。在这边做一个院门，基本上这个位置啊就很私密了。平时呢也没人过来打扰。其实整个寨子呢，就这几户人家，安安静静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大叔的房子，基本上是把他们家的位置全部都盖完了。这个偏房还挺宽的。每家每户都有那个小小的一个蓄水池，喝的也都是山泉水。我的感觉这栋房子的地理位置更高，好像更不错一些。你们觉得呢，朋友们？好了，那这期的视频就暂时为大家拍到这里。喜欢石头的视频，请记得点个关注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